尸体的样子为何如此怪异？因为尸体原本藏在龙王像中。少卿请。快到了！知道。是这儿吧？是。今日辰时，有几个船老大来拜神。快点！拜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几个，那几个小子别再让我碰见他们。啊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碰上我，非得给他们好看的我让你少喝点儿。你看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没醒过来呢。别管他了，他一年到头清醒的日子，一只手都数完了。啊，赶紧拜神。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，你也起来意思拜一拜。万一要是出了事儿，算谁呀？你别瞎说。拜。龙王保佑。这破庙怎么还漏雨了呢？啊，这血呀！龙王出血了！龙王出血了！可把那几个船老大给吓坏了，他们赶忙报告了衙门，然后就发现了尸体。这座庙这么破，平日里也没什么香火，怎么会有人来拜神呢？之前确实没有什么香火，近半年来，由于下游的河道淤塞，这船上不来，所以这生意就差了很多。再加上连井都枯了好几个，他们这才想起来拜龙王。哦，根据尸体的情形看，大概死了2、3天的样子。这死因嘛，是头部遭重击而死。哦，这凶器就在这里。不过这种棍棒嘛，是码头装卸货物所用，随处可见。据此，很难找到凶手。死者是什么人？死者叫刘福，是这码头的看管，守夜的。来这儿有2、3年的时间，他一直在这儿看护着码头，也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亲人。这尸体之前就在龙王像的背后。这这个案子看似新奇，但也并非全无头绪吧？哎呀，果然呐，不愧是人称妖柄的李少卿啊！少卿啊，这么些年来，这金吾卫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就连我们刑部的案子，他也从来不放过。现如今，少卿重回大理寺，你我合力是不是挫一挫这金吾卫的风头？这岂不是一件乐事？少卿要是有意的话，那此案件我就全交给李少卿了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此案就全交于少卿了。既然现在这个案子交到我们手里了，你们怎么看？既然川公是来请神的，说不定是有人要破坏祭典，死者是他们的祭品，藏尸神像就是为了完成某种邪恶的
不足为外人道的义士。杀手，你是谁啊？他觉得自己鹤立鸡群。他是死神化身地府的使者，是勾魂夺魄的恶魔。不对呀、啊，那里不对？他要勾魂夺魄，怎么可能给人砸死呢？不应该给人勾走吗？哎，对啊，你这一说，俺也觉得有点玄乎了。这么不精彩吗？精彩什么精彩啊？你这就是凭空瞎编。不对呀、阿里巴巴，你这怎么说到这种事儿，成语都不乱用啊？恐怕是听说的吧？我近来学习贯法之余，看了一些话本。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新奇的，但是啊，凭空一想和推理案情还是两码事啊。凶手是货场里的看管巡夜，有守卫巡查的职责，很有可能是他发现了什么异状，双方起了冲突，才遭此一劫。少卿方才说，此庙是个荒芜的所在，若非相当熟悉货场里的地形，必不会想到此处能藏尸。因此小人认为，凶手很有可能是个惯偷，行窃之后，被新来的守卫发现，情急之下杀人灭口，而后藏尸此处。而且木棒当作凶器，实在是不趁手，应该不是提前准备的。这个东西在货场里是拿来装卸货物用的，凶手可能就是货场里做工的。可如果不是为了阻止轻审，为什么要藏在龙王箱里呢？藏时还挖开龙王箱一个洞，这不是舍近求远见异思迁吗？陈实，你在干什么？俺就是觉得，龙王手里是不是应该有点啥东西啊？是个板板，或者是……应该是有块护牌的，是龙王上表上天晴雨用的。在这儿。应该是搬龙王像的时候掉下来。少卿大人，小心！这个货场确实有贼，龙王像就是藏匿赃物的地方。你们看这儿，这个一定是拖拽痕迹，不积年累月是不可能形成的。而且，钉上、兜扣，都是很贵的香料。这些都是很值钱的货物。果然是惯偷，没想到小人的猜测竟然与大人不谋而合，小人真是荣幸之至，以后一定会再接再厉。不仅是惯偷，还可能有同伙。货场里有贼人，刘福在这2、3年了，他会不知道？六府监守自盗。这个说的在理啊，但有待查证。这样，你们去附近探查一下，探探这个码头的虚实。是。别，那俺去干啥呀？你，这是你来大理寺之后的第一个正式的案子吧？你跟着我吧。走。咱俩不远啊。痛快！爷，咱来这儿干啥呀？龙王庙里面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酒气，
况且酒馆客栈、扣篮妓院，消息最为灵通，是打探案子常去的地方。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这边。这位大哥，我想跟您打。别打着你，滚！这位大哥，我也有些。这位大哥，我有些问题呢，想跟您请教一下。干活呢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大理寺问案。小爷头回问案，这么不受人待见啊！我也点后肠，一会儿还得上工，多吃点啊！咋这么多人啊？别给我多点吃，那倒上。消息！掌柜的，别来消息！快，把账都记上。这边吃。好。你是何人啊？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呢？哎，别跑！这位官爷，这个酒是人家喝剩下的，您想喝呢，我再给您倒啊。多事，记你的账。这位官爷，小店眼下正忙，就不招待了啊。龙王庙发生了命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不就死个人吗？这么大个神都，三教九流来来往往的，死了个人很正常。我就是做生意卖酒，旁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活该呀！哎，周耗子，哎，你账还没结呢。欠着？不行，结账。什么不行？旁人都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明天也离家，还不让他赶快走！哎，官爷，别，哎，慢走啊！所有船长都问过了，没有任何一艘说自己丢过东西，这可说不通啊！啊，肯定有人撒谎。哎，要不我们找个外国人试试看？哎，有道理啊！你们这老乡见老乡，说不定能问清楚。走。哎，先过去吧。
啊。我现在就是那那基本上又会说出来了，那是你手还是你有那是吗？是什么？给来的有，那我想了，哎，怎么说？固然是次第未饮300两。怎么说呀？他说，这艘货商的船自从半年前喝到预计以来就经常被偷，而且还专门偷价值很高的船。不过每次丢的都是9牛1毛，船主都装聋作哑。不过最近货物之前的船都尽量不来这个码头了。是这样啊？哎，他还说，前天夜里的时候，他的毯子被露水打湿了，睡得不好，起来放风，看到一艘船停靠过。不过那艘船停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离开了。回去告诉少卿，让他想想吧。还是和老乡好说话啊。让一下。小姐。哎呀，真的？这些钱，你拿去还酒账，我就问几个问题。官爷挺大方啊，谢了。我知道官爷想问我啥，不就是刘福是怎么死的吗？贼杀的。真有贼啊！贼在码头上屠户，刘福给贼看场子，人人都知道。人人都知道。对呀。那这个贼到底是谁啊？那我可不知道了。如果酒钱管够呢？官爷，您就是把这个酒铺子都给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不过，官爷，我给您打个包票，啊，这事儿在这个码头，你问谁都是一样，人人都知道，没有人人都不知道。啊？官爷，你去刘福值差的地方看看，就明白了。就在那儿敲钟的地方。啊！哎呀，喝到鱼了，世道不好啊，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要是利索，我也去当贼。天天干什么拾荒啊？捡的、偷的值钱呐！这谁偷了呀？咋真缺德呀？这上面原本应该是记载了什么东西的。图7那个，应该就是刚才桥中赢走所有码头工的。让。大理寺和刑部在龙王庙大肆勘查，凶手有所警觉也不为奇怪。别！谁？别！哎！别！哎！等等啊！别！让让！别！
儿哪儿都有他们，跟苍蝇似的，轰都轰不走。走。是你。李炳，大理寺少卿，许久不见，看来你也在暗中查我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动！少卿，你逃不掉了。少卿，精卫的人，这。李少卿，邱将军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一早听说码头发生命案，金吾为维护神都的治安，自然要来看个究竟。这刚到码头，就看到大理寺放火性事情，大理寺有难，金吾卫自然责无旁贷。少卿可是有什么状况？多谢邱将军好意，大理寺有自己的职责所在，不需要金吾卫从旁协助。我之前跟将军说过，你们的手别伸太长了。回大理寺。龙王庙是藏匿赃物的地方，货场里有贼人，而且还是惯犯。死者刘福和惯犯有勾结之实，且被其所杀。这些都是面上明摆着的。刘福是货场看守，监管船只进口事宜，所以他很清楚哪艘船上的东西有价值，然后透露给贼人，从中获利。码头上那些涂了白漆的板子，应该是船青牌，上面有船只进港的信息和码头的船文。那些客商，不但个个都不配合询问，反而一见我们是官府的人，都很提防。货场里的工人也是，我还从来没有在问话的时候碰着过这种钉子呢。酒馆里的人也是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共犯。一会儿还得上工，多吃点啊！我发现那个酒馆里卖的酒，它和龙王庙撒在地上的应该是同一种酒。这么小的酒馆，怎么可能卖如此贵的酒？这些船工又怎么买得起？家常老板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。这批酒肯定有问题。要么是低价从盗酒者中收的，要么干脆是贼人存放在柜上的。整个码头的人都是一伙的，那些客商不愿意得罪他们，也不愿意多说。货场里的工人有敌意，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些贼人的好处。还有这个，一定是他们和这些贼人串通往来的证据。哦，所以那个狡猾子才说人人都知道，人人又不知道。喝到毒了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所以都给贼做事了。原本他们应该是相安无事的，刘福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应该是出事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变故，所以起了内讧。哎，我听老乡说，前天晚上有一艘船偷偷摸摸停了一会儿就走了，非常可疑。那应该就是了，很可能是船上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前天夜里，他们偷走了那个东西，然后起了内讧。这么说来，船青牌被涂抹，就不是为了遮盖他们偷窃的记号，而是为了遮盖这艘船来过码头的痕迹。
少卿，那您今天追的这个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，遮盖传情牌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他呀。很有可能，而且我始终觉得，他们应该不是一个人。如果我们的推论没错，这不会是一个人能完成的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抓到这个人呢，就什么都清楚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不是陈氏小哥，你怎么就那么巧呢？直接就扑人怀里去了，要不然……啊，随便。刚才说的你都记下了吗？都记下了。好，你把案件卷宗交给上官少卿，严明是刑部委托，我们于公告知一声，这个案子就由明镜堂处理了。是。既然杀人动机是和被偷的东西有关，那你们不妨去查一下赃物可能的去向。我去查查那艘船的来历。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对不住了，兵爷，都是俺。要不是俺，说不准能抓住那个犯人。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事发突然，谁知道会发展成这样？不是，就是俺太笨了，学啥也学不明白，反而给人添乱了。只要肯学，肯定能学明白的。别总是妄自菲薄。兵爷，俺还有活要干，俺先走了。哎，今天真是可惜呀！要不是陈实，那算了。这陈实啊是个好人，就是脑子不大灵光。陈实啊，确实是个好人，就是身手还不大敏捷。陈实是个好人，但就是对自己还不够狠。陈实心善，但算术不善。那少卿为啥把他留在身边呢？就因为他是个好人？可能习惯了。我们以前军中啊，有一个将领，就愿意带着一个用得顺手的副将。这个副将呢，可能武艺谋略平平，但是毕竟跟着他的时间久了呀。或许是机缘。歪打正着。客官，大理寺少卿还会闯空门吗？你不怕你一转身，我一刀杀了你？因为是你请我来的，还你。受了伤，就别喝酒了吧。
我们胡人喝了酒好得更快。刘福是你杀的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货场？李少卿怎么想？货场里有一批贼人，常年偷盗往来货物，因为某件东西发生了内讧，导致了命案。你们胡人有自己的营生，不可能参与码头这种营生，那就是和被偷的东西有关。哎，传青牌中那艘被抹掉的船，是你的呀？不是，只是船上有我要的东西。那样东西本来应由刘福送到我的手上，可是他没来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死了。我去货场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留下的线索。刘福是货场的看守啊，很多走不了冠冕的东西，的确可以经由他的手。你丢的是什么东西？刘福有可能因此而丧命。哎，那东西很值钱吗？你肩上的伤，是今天在码头受的，那就是撞上了涂抹传情牌的人，伤你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了。他们人多，不然我绝对不可能伤在他们手里。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子了吗？没有。你到底被偷的是什么东西？没必要让我把你带回大理寺，然后严加审问了吧？那你便不会自己一个人来了？那你至少告诉我，这件东西和你要找的假字头，也就是一枝花，有关系吗？是你朝我来的，有求于我就直说嘛。你受了伤，很难自己去找，我可以帮你去找，而且物归原主。但是，你到时候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找一枝花，以及我更想知道，这件东西和一枝花有什么关系？如何？哼，那便要看李少卿的本事了。一言为定。方位上的应该是在你家北边，属木啊。这北边，院长，哎，北边的木匣子你找，肯定在。哎，正好找你呢。你等会儿，你看一下那个木匣子或者陶罐里面有没有，你去找，保证有，没有你来找我啊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正找你呢。啊，有信。啥呀？啥信啊？你到我这儿日思夜想是要找什么呀？找俺哥。俺哥有信儿了。方才呀，有人到这儿来算卦，找人，找陈实。我一打听，哇嚯，他是替陈九给你送信的。真的呀？收了他30文，不过分吧？哎呀，真的呀！俺找到俺哥了，俺得给兵爷说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慢点儿。兵爷，俺找到俺哥了。这兴高采烈的样子真好。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兵爷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俺哥，你找到你哥了？啊，海某，俺哥来信了。有人在岳先生那儿给俺塞了封信，说是俺哥给俺了，快把俺瞧瞧。写的啥呀？师弟，一切都好，勿念。陈九。
没别了。没别的了。哦，俺问过袁先生了，送信的就是个普通的汉子，所以没太留意。俺本以为俺拿着这个信找秉爷，秉爷就能把俺找着这个送信的人，他肯定知道俺哥住哪儿。找到你哥以后，打算怎么办啊？俺总得看情况吧。俺哥要是安生，过来还不错，俺就跟他一块儿。不在大理寺了。俺太笨了。你别总是妄自菲薄，你真的适合在大理寺的。别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能把俺找着这个送信的是谁吗？这真的就是一张普通的信纸，我也看不出来什么。那俺能搞个价不？反正俺在案子里一点用都没有。眼看俺哥有信儿了，俺想，要是你执意如此，那去吧。多谢秉爷，俺走了啊。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赵华子，少卿，有人在这儿发现他了，是钝器重击致死。这个伤口和以前刑部仵作记载的那个刘福的伤口非常的近似，我怀疑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走，去他住所看看。把他抬走吧，麻烦二位。为何要杀一个叫花子呢？算吧。许是他揭露了货场的内情，和少卿说了许多话，所以遭人报复。穷凶极恶，冷酷无情啊！但他说的不过是人人都知道的事，凶手应该另有所图。他是来找东西的。找东西？你们看啊，那些瓦片被叠放得很整齐，而且明显有被擦拭过的痕迹。先前这个屋子，应该不是如此杂乱，是有人闯入之后翻找一通后，才变成我们眼下看到的样子。一个叫花子哪来这么多银钱？这是我昨天问话时候给他的。哦，但既然凶手分文未取，说明不是为了图财而来。他以拾荒为业，腿脚还很不方便，那他的拾荒范围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拾荒一般是半夜或者清晨，那这和窃贼行动的时候吻合。喝到鱼了，世道不好啊，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捡的哪儿有偷的值钱呢？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，凶手要找的，可能就是那天被偷的东西。少卿的意思是，那晚导致窃贼内讧继而杀刘福的东西竟然又丢了，还被这花子捡到了。是个什么东西？祸不单行，已经2条人命了。哎，上官少卿，李少卿，我正要找你聊聊案子的事。崔贝交给我的卷宗我已经看过了，已然心中有数。只是这次这个案子，
金无畏又要插手。为什么？这次还真不算他们从中作梗。神都漕运亦在他们管辖之内，接连出了人命，码头人心惶惶。他们过问不算逾矩。这个案子是大理寺名正言顺从刑部手里接过来的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金无非插手。那要是刑部顶不住呢？这样吧，既然李少卿心意已决，我们大理寺无论如何应当一致对外。要是邱庆之过问，你我之间互相推诿，先应付着。破其案，我可能确实不如李少卿，但是在神都和这些人周旋，恐怕李少卿也不如我。多谢。哎，商管少卿真的是两面三刀。明镜堂这一次可要抓紧破案了，迟则生变。这次大理寺无论如何要给邱庆之一个下马威。有劳上官少卿。告辞。怎么感觉上官少卿不一样了呢？啊，感觉上官少卿是跳着走的。看来上官少卿不仅喜欢听响，还喜欢跟禁无畏作对。啊，所以上官少卿最喜欢的应该是大胆邱庆之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喂，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我们几个在货场周边的当铺货站查了一下，但是可销赃的途径太多，暂时没有查出什么。我们只能让寺中的同僚司职帮忙知会了周边的当铺。如果遇到了典当的船工或形迹可疑之人，务必要留心。干得不错。还有，我们发现为了提防工人动手脚，货场日常下工时都会对工人查验，防止他们夹带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工人们真有关头，也很难自己将赃物运走。你是觉得他们可能会有同伙，帮助他们转移赃物？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。当下这个案子之所以没有线索，是因为货场中的工人有意包庇。不如我们混进货场，再去调查。这个主意会不会有点冒险啊？你们都在货场露过脸，不太方便吧？少卿大人，就等您这句话呢。您等一下。你还会这一手啊？得是你呀！这不是一直没逮着机会吗？少卿大人，我这个主意绝对行，你就让我们试试吧。哎，就鱼目混珠啊！鱼目混珠，深入敌后，将计就计，而且我也算是个秘密武器。还有少卿，以我做斥候的经验，只要一张纯生脸，人数一变，对方很难发现。少卿大人，您就别犹豫了。这个案子要是再拖下去，又让金无畏的人给抢走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先按照你的主意来试一下。好，哎，崔伟，你也去知会一下上官少卿，请他到时候多多照应。是。哎，少卿，陈氏呢？啊，陈氏这几日告假，这个案子事态紧急，你们几个去就是了。是。
你呀，现在是没穿官服，待在那儿也确实不影响我做生意。可这么杵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吧？哦，对不住。哎呀，你不办公务了，不上课，不考试了。哎呀，他们都忙着查案子了，俺也帮不上啥忙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俺去了也是帮倒忙。你呀，现在这样一点官爷的样子都没有。俺本来都不是大理寺的人。你也不是当初我看到的那个乡下穷小子了。袁先生，你真来不记得是谁送来信吗？那光景天都快黑了，谁看得清啊？哎，不过我感觉啊，他倒像是个老实人，我感觉。老实人？嗯。大哥！哎呦，是你呀，官爷！哎，是你收到了吧？这是你送的信啊！俺哥去哪儿了？我说你长得面善，我回去才想起来，原来我认识一个走商，老找我买水的。你跟他长得确实像，我回头找他这么一问呐，才知道他就叫陈九。哎，我跟他说你弟弟找你呢。哎呀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哎，这不，他急着出城做买卖，这才让我给你先捎个信儿。哎呀，真的呀？这还能有假啊？哎，大哥，俺哥住哪儿啊？能不能带俺去看看？俺认个门。好说好说。来走，我带你去。你拉着，俺在后边推啊。好嘞。走。哎，等，袁先生，俺先去找俺哥，都先去算了卦，俺先走了。我的感觉啊，一向不是很准的，多摘手心啊。没事，还信你。俺找俺哥去了啊，大哥。哎，来，走，来走，1、2，走。三挂来，来，拿完牌子往里走。好，把里边那个货架往里挪啊，往里挪。哎，来里边那个箱子，往上搬。哪儿？拿完牌子往里走啊！来，过来。哎，你的进去吧。哎，给，往这边走来，哪儿？走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来，拿完牌子往里走啊！哪儿？谢谢。给，过来，来往里走啊，往上搬，箱子往上去啊！放了啊，慢点，走，快点，过去！没长眼睛，快走！下边给我注意点啊！哎，好。在哪儿呢？麻利点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在这干嘛呢？箱子都往出搬啊！慢点，走麻利点儿。下边的留神啊！哎，走吧，让我去了。收工了，都下来吧。哎，来了，快点啊！排好队，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一个一个来，排好队啊。下一个。怎么就3文钱？快点，后边排队，别急。太少了吧，就能买3个馒头。一个一个排好。大爷的！我像个驴一样干了一天，就挣这点钱，还不如干上一票呢。先生啊，别干，滚蛋！不是，你们这货场不净说是好买卖吗？你们就没干过吗？赶紧的，下一个。走，喝酒去。走。来，跟上啊！跟上，好吧，都别挤啊！下一个。
的酒，最好的菜，都往这上啊！乖，别上挡。到了。那家伙人傻钱多，你多算一下也不打紧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慢点，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慢走。老板，那个胡瓜哪条船上的呀？我哪知道在哪条船呢？你去河边看看船情牌去呗。船情牌？河边的，去河边上看。多谢啊！哎，哥哥慢走。来，来。没想到你们还做了这么一出戏，挺有意思。这是王熙的主意。若是那些盗贼真能上钩，我们从旁支应即可。人我都替你带过来了。对了，今日陈实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？他有些私事，告假了。我看他也得歇歇了。上官守情什么意思？你们可没轻练陈实啊！虽然要入寺考核，但是顶香扎马步、顺口溜、鸡兔同笼，特别是阿里巴巴，认字而已，何必动刑？当然，这是你们明镜堂自己的事，我不该多嘴。哎，两位少卿，阿里巴巴和孙豹上船了。怎么是你？胡四呢？胡司职的意思呢，是二位少卿都不在，总要留一个司职照应着吧。难得胡四没有抢功，还算周全。看来李少卿来了之后，我手下的人也跟着长进了。上官少卿，别说笑了。可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他们这个货场啊，肯定有他们不成文的规矩。咱们这么干就是坏规矩，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，一定会有所动作。只要他们今晚对阿里巴巴的船下手，那就是瓮中捉鳖。可他们要是对你我下手呢？那怕什么？他们再怎么下手，能抵得过您老人家出手吗？你觉不觉得这里有蚊虫啊？啊？没觉得呀，我好像被咬了。啊？哪儿？啊？这是坏了！你怎么对自己出手了？哎！小郎，尔等宵小，快把你解放了！你可知我们是？官差，想设套让我们钻，未免把我们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这种捉探子诱敌的伎俩，简直就是小把戏。别动，你也动不了。你当过兵吗？你怎么知道？
你这绑人的手法是军中人用的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你们杀了刘福，杀了始皇的叫花子，现在还敢杀官差？杀一个也是杀，杀多个也是杀。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没少杀，咱哥仨的命都是捡回来的，还差你几个官差啊！你们人美圣贤，衣冠禽兽。你们既然能识破我们作伪的方式，证明你们平日里看的不是传情牌，或不只是。你们还有别的联络方式？你们一开始就猜错了。怎么就猜错了？想当明白鬼啊！快说！还是糊涂点好。走。我们怎么办？回来啊！回来啊！你们回来！你们回来啊！快堵上！堵上他！闪开！进屋吧！哎，大哥啊！大哥啊！哎，陈师啊，我们紧走几步，马上就到了。不，对不住啊，大哥，要不下次吧，或者之后俺得过去看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让。少卿，我们的缆绳好像被人割了，船飘出去了。不好！闪开！进屋吧！闪开！拉他们上来。让！哎，不是，这是你怎么才来呀？这要是岸上有人接应，我不至于这么惨的。俺来了也没用啊！料胜于我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就是心情不好，拿你撒气呗。你们怎么支应的？把金无畏的人都支应过来了？不是少卿，金卫原本就有许多人一直穿着兵役守在这儿，咱们这刚一有动静，他们火把就全点起来了。邱将军一眨眼就到了。木已成舟，眼下就看少卿怎么说了吧。李少卿，事到如今，这货场的案子总该交给金无畏接手了吧？此次能救下你们明镜堂众人，也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言谢。守株待兔，将军好计谋啊！那是因为相信你，不会放任任何一桩案子迟迟不破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码头的治安考虑，所以暗中派人巡护。既是如此，这几名贼人我可就带走了。带走。走吧。你来干嘛呀？不是找你哥去了吗？俺看见码头有光，就过来看看。
冰爷，俺找着俺哥了。找到了。是啊，一个推着水车四处卖水的大哥，他在袁先生那儿给俺留了信儿。他姓陆，认识俺哥，还知道俺哥住哪儿，就在附近的巷子里。那你打算离开大理寺吗？俺哥在城外做生意，等过2天他回来再商量吧。也好，既然找到你哥了，以后凡事自然都与他商量了。或许大理寺对你来说过于苛刻了，毕竟当初是我执意要把你留下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有缘。我身边也的确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。但我终究不能太过独断专行。今日明镜堂之事，就是我冒进之过。既然找到你哥了，想走就走吧。别，你这是要赶走啊？哎，你可是……你们几个也是啊，也都好自为之吧。神，东西去哪儿了？是。说吧，东西在哪儿？少卿大人，少卿大人，少卿大人，少卿，我刚才想过了，是我的主意出了问题，连累了大伙儿。案子的事儿不怪少卿您，也不怪陈实。我也是，练得太狠了，香太粗了。鸡兔同笼是我的兴趣，或许对陈实来说未必有益。偷选两锥刺菇，我是吓唬他的，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少卿，我们去劝劝陈实吧。不怪你们，陈实来沈都本就是来寻亲的，阴差阳错卷入了种种意外，才来到大理寺。我觉得他是可造之材，但终究是揠苗助长了。他想干什么，就由着他吧。是。这，
大伙儿，姐，恁那个靴子已经刷干净了，给你放那儿了。啊，宝爷，恁那个练功服，俺也给你补好了，也给你放那儿了。崔爷，对不住啊，你那个脊柱通融的问题。俺还是没全弄清楚，让俺再想想吧。啊，不过，恁那个硬黄纸，俺给你搁上面了。啊，爸爸，那个描红本俺带着了，啊，这样的带上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包子的方子，俺也给猜出了。爹，你往后多保重。那个口痰给你搁屋里了。陈氏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啊，俺想好了。要是找到俺哥，俺都跟他说，俺靠自己的本事再考回来，考回来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俺在码头的时候看见这个东西给捡起来了，俺也不认字儿，俺觉得对破案子有帮助。这东西你在哪儿发现的？啊，就在码头栏岸边，在个缆绳上。哎！啊，真没想到啊，少卿这么感性，他应该是不愿意让你看到他脸上的泪水。对，陈氏，你早些回来。啊，走了。邱将军别来无恙啊！原来不请自来是这么一种感觉。两位大理寺少卿一起来访，是为了谢昨日之事吗？同朝为臣不足挂齿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昨日之事多谢了，今日前来是有些事情想问清楚。这支断剑昨日是在岸边发现的，我还奇怪，即便他们能看破王妻的伪装，又如何做到未卜先知，提前斩断了大理寺支引船只的缆绳？若是他们有这样的本事，又何必等贼呢？李少卿是什么意思啊？大胆邱庆之，你竟敢伙同公贼劫持大理寺官员，阻止刑部与大理寺办案，
知法犯法，滥用职权，你该当何罪？少卿大人，过了。闭嘴！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上官少卿又是何意啊？我自然不会跟邱将军这么说话。我相信邱将军不过是怕审案之权旁落，才会出此下策，放冷箭。我只是怕有些人在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面前搬弄是非，将这么重的罪行押给邱将军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上官少卿是兵部尚书的千金，自然近水楼台。知道你还敢惹我？既然金吾卫已经审了一夜了，那之后便交由大理寺来审吧。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实不相瞒，这几个罪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他们对盗窃杀人供认不讳，只是不堪用刑，不治而亡了。两位少卿若是不信，可以亲自去看看，尸首就在外面。胡思，是。那口供呢？正好，这是他们所招的口供。刚刚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们的口供实在无趣。这几人都是国战之后退伍的老兵，回到神都之后没有什么生计，在货场里讨营生，一步步堕落至此。两位少卿若是需要可以拿走，此案对于金吾卫而言已经完结了。若是大理寺还能查出什么，与本将也没有关系。谢谢啊。还真有点不对劲。平时里里外外的倒还好，这人一走啊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我总有一个预感。什么预感？陈氏很快就会回来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预感陈氏要遇害吧？哎，童言无忌。呸呸呸！这就是俺哥住的地儿啊，不错。不过，俺哥在神都过了个真苦啊。在外讨生活，这也都正常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你哥留给你的，说太贵重了，存在当铺了。另外半张当票在老板那儿，到时候老板把两节对在一起，就会把东西交给你了。哦，他这一去啊，要好几个月，可能是给你存了钱吧，怕你在神都没生计。哦，哎，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跟俺一块儿去。哎，你忙前忙后，俺怪不好意思了。俺也没啥别的东西给你，要真是钱，俺到时候分你一些，咋样？这怎么好意思啊？那俺就先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大哥。少卿啊，咱们怎么又回这儿了？怪瘆人的。这3名公贼已死，我看了他们的口供，他们对自己杀人越货的是供认不讳，但是至死只字未提东西在哪儿，是何人帮他们运货的？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。此
自然也只能回到这儿了。我们被那几个公贼抓住的时候，他们也说，我们一开始就差错了。一开始就错了。货场的人，因为怕有人做手脚，所以查得很严。他们需要专门的人来负责运货，运到龙王巷里面。要想不为人知的把东西从码头运走，他既要能出现在货场，又不能是货场的人。他一定要有一个可掩人耳目的身份或者名声。会是谁呢？河道淤了，世道不好，这船上不来，所以这生意就差了很多。再加上连井都枯了好几个。卖水的人，水井干枯了，他们需要去码头取水，然后运出去卖。还有，船青牌上的标记只是障眼法，实际码头上的人偷窃是有别的手段联络，我们也是因此才暴露的。这不是沪牌，这是水牌，他们是通过水牌联络的。俺就是觉得龙王手里是不是有点啥东西啊？没想到陈使当时随口一说，竟是画龙点睛。一个推着水车四处卖水的大哥，在袁先生那儿给俺留了信儿，他认识俺哥，还知道俺哥住哪儿，就在附近的巷子里。坏了！老板，这位客官干什么？哦，你可见过这个？老板，你这个荷包看着真眼熟啊！稍等一下。大哥啊，你咋还给这儿了呀？哎，陈使，这木盒子里的东西你看了吗？还没了，锁住了，打不开。哎呀，怪我，你哥给你留了钥匙，我刚才忘了给你。哎，你把木盒子给我，我帮你打开吧。怎么了，陈使？你的荷包和当铺老板的荷包是一对儿了。如果东西真的是俺哥放了，俺哥咋会和你用差不多的荷包？这荷包相似，很正常。不对，你刚才说过，你的荷包是你阿娘绣了。你真的认识俺哥吗？如果没别的事儿，俺先走了。